血糖的元凶不是米饭。一位行医40年的退休医师要揭开真相，你每天都在犯的致命错误。大家一直以为让血糖飙高的元凶是每天吃的白米饭，许多高血糖患者一发现血糖偏高，就立刻把米饭当作第一罪魁祸首，觉得只要少吃饭，不吃饭，血糖就能控制下来。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难道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被一碗米饭左右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迷思。有一位从医将近40年的退休老医师，他在行医生涯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，血糖失控的真凶其实并不是米饭本身，而是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几个致命错误。很多人几乎天天都在犯这些错，而不自知，导致血糖节节攀升，却还误怪了无辜的米饭。听起来很颠覆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那些隐身在日常饮食中的升糖加速器，以及如何改掉这些坏习惯，找回健康稳定的血糖。也会分享几种天然的血糖救星食物，以及不用药物也能稳定血糖的生活妙招。内容丰富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揭秘。首先要破解一个迷思，米饭真的该为血糖飙升负责吗？很多人看到白米饭的升糖指数高，就对它敬而远之。确实，白米饭属于高碳水化合物食物，单独吃的时候血糖上升速度比较快。然而，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以米饭为主食，却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糖尿病泛滥问题。日本、台湾等亚洲国家的人均白米饭摄取量很高，但他们的健康指标并不见得比少吃米的地区差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老医师指出，现代人的饮食环境和习惯才是让血糖失控的关键。事实上，过去70年来，人们吃的米饭越来越少，但糖尿病和肥胖的比例反而节节上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直在错怪米饭，把枪口对准了错误的目标。当我们把米饭从餐盘中拿走时，真正威胁血糖的凶手反而趁虚而入，导致更大的健康危机。老医师感叹，糖尿病患越来越多，原因不是米饭吃太多，而是因为很多人反而不吃米饭。这听起来很矛盾，但背后有深刻的道理。我们马上来看看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每日致命错误究竟是哪些。隐藏升糖加速器一，以为清淡养生的稀饭。许多人认为白米饭不好，改喝稀饭似乎更清淡、更健康。然而这其实是第一个致命的误解。稀饭看起来稀稀的像水，吃起来也舒服，但它对血糖的影响一点也不温和。相反地，喝下一碗稀饭，对血糖的冲击几乎等同于灌下一大杯糖水。因为米饭煮成稀饭后，米粒已经被长时间熬煮到松烂，淀粉全部溶出变成糊状，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。吃下一碗白粥，大约1小时内就消化殆尽。葡萄糖迅速涌入血液，使血糖飙高。血糖先快速上升，再骤降，落差之大，仿佛坐云霄飞车一样。更糟的是，血糖的急升快降会让人很快觉得饿，胃里空空又想吃东西，于是往往吃下更多额外的热量。长期如此，身体简直吃不消。难怪老一辈的人常说喝粥养胃，其实那是针对病后体虚，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人而言。在身体虚弱、消化能力差时，稀饭因为好消化，可以在短时间提供养分，这种情况下喝点粥无可厚非。然而对于一般健康的人，天天拿稀饭当主食，反而害惨血糖。老医师提醒，正常成人如果需要长时间劳动或活动量大，早餐喝一碗稀饭根本撑不了多久就饿了，还让胰岛素反复大起大落，非常伤身。不只是白粥，其实各种粘稠的淀粉糊糊都一样，例如即食燕麦粥、麦片糊，甚至绵密的马铃薯泥。这些过于软烂的半流质食物，消化吸收都特别快，升糖速度惊人。它们表面看似健康清淡，实际上却是血糖的隐形炸弹。所以如果你习惯拿稀饭当养生餐，可能正不知不觉犯着第一个错误。与其喝粥，不如吃回粒粒分明的白饭，至少还比较耐饿，血糖波动比较平缓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？但这就是事实。稀饭并不养生，对稳定血糖更是没有帮助。隐藏升糖加速器2，取代米饭的精致面食和点心。很多人在远离白饭之后，
肚子饿了会转向其他主食或零食，例如面包、饼干、面条、蛋糕、甜麦片等等。他们以为我没有吃米饭，所以应该比较不会升糖，哪知道这其实踩到了第二个大地雷。相较于一碗白米饭，上述这些精致淀粉食物对血糖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所谓精致淀粉，指的是谷物被磨成细粉后制成的食物。举个例子，一片白面包看起来跟米饭一样是淀粉主食，但其实差很大。白面包是由小麦磨成细白面粉再烘烤而成，我们吃面包几乎不需要费力咀嚼，几口就吞下肚，它在肠胃中分解得极快，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远比整粒的白饭快得多。更别说饼干、蛋糕这类面粉点心，通常还含有大量糖分含不健康的油脂，像是反式脂肪，对血糖含心血管的冲击是双重的。老医师临床观察也发现，大多数血糖高的患者都有爱吃面包、饼干、泡面、蛋糕这类食物的习惯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，现代社会糖尿病盛行，很大原因就是大家吃了太多面粉做的东西，而不是吃米饭吃出问题。不少人不吃正餐的米饭，结果肚子饿得受不了，就以甜点、点心填补，反而摄取更多热量和糖分，长久下来，体重直线上升，胰岛素负荷沉重，血糖当然高居不下。更讽刺的是，我们的祖先千辛万苦躲过饥荒，好不容易有白米饭吃，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主食，而现代人却本末倒置，一边嫌弃白饭，一边大口吃着看似时髦却更伤身的精致面食。白米其实只是去除了外层米糠的稻米，保留了大部分米粒的完整结构，需要充分咀嚼和消化，升糖速度反而比较缓和。但把米或麦磨成粉做成的食物，才真的是让血糖快速升高的凶手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戒掉米饭却狂吃面包蛋糕，等于赶走了对手，却放进来一个更可怕的敌人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，那么血糖居高不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这正是每天都在犯的第二个错误，隐藏升糖加速器3被忽略的含糖饮料和隐形糖分。除了主食之外，第三大升糖元凶其实藏在我们日常喝的各种饮料和加工食品中。你是不是每天早上来一杯手摇含糖饮料或罐装果汁，饭后来瓶甜饮料解渴，又或者泡一杯3合1即溶咖啡？这些看似平常不过的举动，其实是在往身体里倒入大量的液体糖。和固体食物相比，糖如果溶解在饮料中，吸收速度更是迅猛无比。一杯甜饮下肚，几分钟内葡萄糖就冲进血液，血糖弹起来直冲云霄。甚至就算你不喝甜的饮料，一些加工食品中也潜藏惊人的糖分，例如常见的番茄酱、沙拉酱、调味酱汁，很多都添加了糖或高果糖糖浆。便利商店的三明治、沙拉标榜低卡健康，其实酱料里可能藏了好几十糖。还有一些看似健康的饮品，像市售的养生谷物饮料、优格饮、罐装绿茶、红茶，如果没注意成分，其实含糖量一点不低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每天透过饮料和零嘴摄入的糖可能超过想象，这是许多人控糖失败的原因之一。他们以为只要管住饭桌上的主食就好了，却忽略了饮料和零食在偷偷拉高血糖。特别是年轻人爱的珍珠奶茶、可乐、汽水，一杯动辄数十克糖，对胰岛细胞而言简直是洪水猛兽般的冲击。如果每天都离不开含糖饮料，那血糖怎么可能稳定？第三个致命错误就是让液态的糖分长驱直入，改掉它非常重要。当你渴了，最好的选择永远是白开水或无糖茶。如果实在想喝点有味道的，可以选择无糖的黑咖啡或无糖豆浆，千万别被那些隐形的糖分牵着走。表面上它们不像饭面那样有分量感，但对血糖的杀伤力一点也不低。也许就是这杯看似无害的甜饮正在暗中破坏你的健康，别再掉以轻心了。听完以上三大隐形的升糖加速器，你是否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？米饭往往是被错怪的那一位，而真正让血糖失控的祸首常常是我们日常不经意养成的坏习惯。当然有人会问，难道吃白米饭就完全没问题吗？
其实任何主食类碳水化合物吃过量都会造成血糖上升，米饭也不例外。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一味的多吃米饭，而是适量吃，搭配吃，聪明的吃。老医师强调，一餐中该摄取多少饭，其实和你的劳动强度、活动量成正比。一般成年男性每餐约需要200克左右，煮熟的饭量大概1碗饭，女性则约160克左右。当然，如果你体型更大或活动量更高，可以适当增加。重点是每餐都应该有适量的原型淀粉，也就是像白饭这样接近天然状态的主食，而不是用各种加工的精致淀粉去取代它。同时，每餐还要搭配足够的蛋白质和蔬菜，这样不仅营养均衡，也能减缓糖类吸收速度，避免餐后血糖骤升。许多人热衷的生酮饮食或极端无糖饮食，短期或许让血糖降下来，但长期而言代价高昂。因为人体的细胞天生就以葡萄糖作为主要燃料来源。从演化的角度看，地球上生物从几十亿年前开始就以糖类作为能量。老医师幽默又尖锐地指出，要完全戒掉糖类，除非地球时光倒退40亿年，回到生命不吃糖的年代。换言之，人类无法也没必要与生俱来的碳水化合物需求对抗。重点在于吃对而非不吃。如果一味拒绝米饭，最后往往受不了又暴饮暴食其他高糖高脂的食物，反而伤身。与其走极端，我们应该学习老祖宗的智慧，3餐定时定量，主食适当配菜配肉，均衡自然，反而能把血糖稳定在健康范围。事实上，老医师的许多患者在调整饮食结构，恢复吃米饭并远离那些真正的高升糖来源后，血糖获得了明显改善。有些糖尿病前期的人甚至成功将血糖逆转到正常，不再需要药物治疗。这证明了一点，找对敌人并改正错误，比起错怪好人有用得多。米饭不是魔鬼，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地雷。既然知道了是哪些陷阱在暗中伤害我们的健康，接下来我们要反过来利用一些食物来帮助稳定血糖。老医师乐于分享他自己也在实践的5大血糖救星食物，这些都是天然又平价的好东西，只要巧妙加入日常饮食，就能帮助我们稳住血糖，不让它乱冲乱降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棒？让我们一一来看看有哪些食物上榜。1. 苦瓜，被称为植物胰岛素的苦瓜，绝对榜上有名。苦瓜之所以苦，正因为含有一种特殊的苦瓜苷，它对血糖有奇妙的调节作用。研究发现，苦瓜中的成分有点像天然的胰岛素，能够帮助细胞更好地利用葡萄糖，降低血液中的血糖浓度。在亚洲，许多国家苦瓜汤、凉拌苦瓜或苦瓜茶都是民间盛传的降血糖食疗方。老医师也常建议高血糖的患者1周吃上几次苦瓜料理。虽然苦瓜的滋味不是人人喜爱，但正是这股苦味在发挥作用呢。如果实在不爱它的苦，也可以尝试把苦瓜汆烫后再凉拌，或加入蛋炒来降低苦味。总之，苦瓜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平稳血糖好帮手，不妨给它一个机会融入餐桌。2. 醋和柠檬，酸酸的醋以及富含柠檬酸的柠檬也是稳定血糖的秘密武器。也许你听说过饭前喝1小杯稀释的苹果醋，或是在食物里加点醋，可以减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。这并非无稽之谈。酸味的背后机制是醋酸等有机酸可以延缓胃排空，使淀粉消化的速度变慢。简单来说，同样一碗饭，如果搭配醋拌的凉拌菜一起吃，葡萄糖释放就会更平稳，不会瞬间全部涌入血液。此外，醋和柠檬还有提高胰岛素敏感度的效果，让身体更有效利用血糖。老医师自己每天就习惯喝一杯加了几滴柠檬汁的温开水，他笑称这是天然的饭前调控剂。当然，使用这个方法要注意，醋和柠檬水里不要加糖或蜂蜜，否则反而摄入额外的糖就违背初衷了。另外，空腹时醋酸可能刺激胃，所以可以在吃饭时或饭后搭配，或者务必稀释后再饮用。总之，适量的酸味是餐桌上平稳血糖的好朋友。吃饭时善用天然的醋或柠檬调味，不仅增添风味，还能偷偷帮你的血糖打折扣，何乐而不为呢？3. 高纤维谷物，
燕麦、糙米、大麦，想要血糖稳，主食的选择很重要。在米饭之外，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类也是血糖的救星，例如燕麦片，特别是粗燕麦或刚切燕麦，就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贝塔、葡聚糖，能在肠道形成凝胶，减缓糖类的吸收速度，餐后血糖上升就不会那么快。大麦也是极佳的选择，它的升糖指数低，而且纤维和微量元素含量高。在传统饮食中，我们常用糙米或五谷米取代部分白米饭，这样整体纤维量增加，也有助于控制血糖波动。老医师建议，如果能接受粗粮的口感，不妨将白米和糙米或燕麦搭配食用，例如煮饭时加一把洗净的燕麦或大麦米，或是混入红豆、薏仁等杂粮，让主食的 GI 值降低。一开始可能口感略显粗糙，但吃久了就习惯，而且身体会感受到差别，饭后不会那么昏沉疲倦，饱足感也维持得更久。这些富含纤维的谷物等于在消化道里安了减速带，让葡萄糖慢慢释放，长期摄取还能改善肠道健康，降胆固醇，可谓一举多得。让全谷杂粮们成为你餐桌上的常客，你的血糖会感谢你的。4. 各种豆类，豆子是营养丰富又对稳定血糖有利的食物。黄豆、红豆、黑豆、扁豆、鹰嘴豆，种类繁多，每一种都是高纤维、高蛋白、低升糖的代表。豆类消化较慢，不会让血糖急剧上升，而且所含的纤维还能阻缓同餐其他碳水化合物的吸收。同时，豆类富含镁和各等矿物质，这些元素对于提升胰岛素作用、改善血糖代谢很有帮助。老医师特别推荐糖友们常吃豆制品，例如传统早餐的无糖豆浆，就是比含糖、红茶、奶茶健康得多的选择。午餐或晚餐时，可以在饭里加点红豆或绿豆同煮，或者来一盘烩豆腐、卤豆干，增加植物蛋白的比例，甚至把煮熟的豆子当作零食也是不错的点子呢。相较于饼干、薯片这类会让血糖飙高的零食，一小把毛豆或烤豌豆既能满足嘴馋，又不怕升糖过快。有人把豆子称为天然的血糖稳定器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别忘了，我们中国传统饮食中其实很早就懂得善用五谷杂粮和豆类搭配，来达到营养均衡。老祖宗留下的智慧，如今被科学验证，确实有道理。想让血糖稳当如山，豆类食物请一定要记得加入你的菜单。5. 坚果和种子。最后一类血糖救星，很多人都爱吃，那就是各种坚果和种子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、花生这些坚果，还有南瓜籽、奇亚籽、亚麻籽等种子，都是低糖高营养的零食良品。它们富含健康的脂肪、蛋白质和纤维，含糖量却极低。饭前或饭后吃一小撮坚果，不仅不太会升高血糖，反而能降低整餐的血糖反应。这是因为坚果的脂肪和蛋白质会减缓胃排空，让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率下降。有研究指出，餐前先吃几颗杏仁，再吃含淀粉的正餐，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。难怪有人说坚果是糖友最佳零食。当然，坚果热量不低，也不能过量，一般每天一小把，约1盎司，20颗杏仁左右就足够。同时，要选择原味未加糖盐的坚果，才能发挥健康效益。至于像奇亚籽、亚麻籽这类富含 Omega-3 和可溶性纤维的种子，则可以拌入优格或撒在沙拉上，增加营养又帮助稳定血糖。老医师自己每天上午或下午也习惯抓一把坚果当点心，既顶饿又不用担心血糖波动。他笑称这是越吃血糖越稳的小秘密，但记住，前提是真正的坚果，而不是糖衣、花生或蜜汁、核桃那种加了一堆糖的零食哦。只要吃对种类，拿捏好分量，坚果和种子会是你控制血糖路上的忠实伙伴。介绍完了血糖救星，我们再来谈谈生活习惯的改变。很多人会问，如果不靠药物，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控制甚至逆转高血糖呢？别忘了，医师强调过，预防和控制血糖问题，饮食固然重要，但生活作息和习惯更是关键。以下5个不用药物的控糖妙招，每个人都做得到，而且效果经过科学验证，千万不要小看它们。1.
餐后适度运动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控糖方法，就是在每餐饭后进行一些温和的活动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吃完饭血糖正在上升，这时如果坐着不动，血糖可能飙得更高。但相反地，如果人起身动一动，肌肉就会开始利用葡萄糖来产生能量，等于替代一部分胰岛素的工作，帮助把血糖降下来。老医师常建议患者养成饭后走一走的习惯，每次饭后休息10来分钟后，就到户外散步15到30分钟。这种不剧烈的运动对任何年龄层都友好，却对控制餐后血糖非常有帮助。如果不方便出门，甚至在家里原地踏步、做家事、伸展体操都可以。重点是不要吃饱就久坐或躺着，哪怕只是站起来活动，也比一直坐着好。许多研究已证实，每天饭后走路能显著降低糖尿病风险，对已有高血糖的人更是如此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血糖曲线平稳了，体重也更容易控制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平淡无奇，但效果真的一流。记住那句话，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科学道理就在这里。2. 细嚼慢咽，控制进食速度。现代人生活忙碌，用餐常常狼吞虎咽，可是吃太快对血糖控制非常不利。我们的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接收到吃饱了的信号。如果你3-5分钟就把一餐解决，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已经吃下过量的食物，血糖也猛然升高。细嚼慢咽有2大好处，一是让食物在口腔中初步分解，多咀嚼可以部分分解淀粉，减轻肠胃负担，也让后续升糖更平缓。2是延长进食时间，让饱足信号及时产生，你就不会不知不觉吃过量。有研究显示，吃饭太快的人更容易发胖，胰岛素阻抗也较严重。老医师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每一口食物至少咀嚼20下以上再吞，放慢节奏，多放下筷子休息一下。这样一来，一顿饭至少也会拖到15到20分钟，自然不易过量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慢慢吃完一餐后，人的舒适度、血糖的反应都明显比急速吃完要好很多。这听起来很平常，但确实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。别忘了，我们的消化从嘴巴就开始，吃得慢一点，其实就是在帮助血糖慢一点上升。3. 规律3餐，不要让自己饿过头。有些人为了减肥或降血糖，喜欢采取不吃某餐的做法，比如不吃早餐或拖到很晚才吃饭。然而，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。长时间挨饿之后，人会变得极度饥饿，等到再进食时，往往控制不住地吃得又快又多，反而造成血糖的大幅波动。更糟的是，饿过头时，我们特别想吃高糖高油的食物，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，想迅速补充能量。所以与其饿很久再大吃，不如少量多餐，按时进餐，保持血糖平稳。老医师建议高血糖的人一定要吃早餐，而且最好在起床后1个小时内吃点东西，以免空腹时间太长导致血糖调节失衡。3餐之间间隔约4到5小时为宜。觉得饿的时候可以提前进食，或者加一点健康小点心，例如1个水果搭配几颗坚果，预防血糖因饥饿而暴跌暴升。如果因为工作忙碌实在无法准时吃，也可以准备一些低糖代餐在身边，避免长时间空腹。总之，千万别让自己饿得头昏眼花才想起要吃东西。规律的饮食作息就像给血糖装上了定时稳压器，不会大起大落。当然，规律进食也要注意适度遏制，每餐吃到7分饱、8分饱刚刚好，不要每次都吃撑，保持一点点余裕，既不挨饿也不过饱，血糖控制会容易得多。吃得太撑本身也会让血糖长时间维持在高位，对胰岛功能是负担。规律而适量才是健康饮食的王道。4. 管理压力和情绪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情绪压力也会影响血糖。当我们压力大、情绪紧绷或生气焦虑时，身体会释放出压力荷尔蒙，例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。这些荷尔蒙会促使肝脏将储存的糖分释放到血液中，导致血糖上升。这是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能，让人在紧急情况下获得额外能量去逃跑或战斗。然而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的压力更多来自心理层面，久坐办公室却天天心理紧张，结果就是血糖无故升高，
身体却消耗不了那些额外的葡萄糖。另外，压力大的人往往睡不好、胃口差，或者特别想吃甜食来减压，这些都间接影响血糖控制。所以，学会放松心情对糖尿病预防和管理非常重要。老医师常提醒他的患者，心宽一点，糖就稳一点。平时可以透过深呼吸、冥想、听音乐、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来舒缓压力。工作再忙，也要给自己留点静心的时间。遇到让你生气、烦恼的事，试着换个角度想，或者向好友倾诉，不要闷在心里。充足的运动和睡眠其实也有助于降低压力荷尔蒙水平。一旦情绪压力得到控制，血糖也往往跟着比较稳定。反之，如果长期处于紧张焦虑中，就算饮食运动都控制得再好，血糖可能还是高高低低不听话。所以笑口常开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也是稳糖秘诀之一。别让生活压力偷走了你的健康，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平相处，养一颗平常心，对血糖的稳定大有助益。5. 睡眠充足，作息规律。现代人熬夜似乎成了常态，但长期睡眠不足对血糖控制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。当你睡眠不足时，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会降低，也就是说，胰岛素的作用变差了，细胞对吸收葡萄糖不那么配合，结果就是血糖水平比平时更高。此外，睡不好会干扰我们的食欲激素分泌，使人特别想吃高糖高热量的东西来提神补充能量，这就更麻烦了。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，熬夜后隔天特别想喝含糖饮料或吃甜食，那其实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讯号。长期晚睡的人也较容易出现体重增加和第2型糖尿病。反过来说，保持规律的作息、充足的睡眠，能让内分泌系统正常运作，胰岛素分泌和作用都处于最佳状态。老医师建议，成年人每晚最好睡满7到8小时，而且尽量在晚上11点前就寝，养成固定的作息节奏。对于已经有血糖问题的人，更应该把早睡当作隐形药方。别忘了，睡觉时刻其实是身体自我修复和调节血糖的黄金时间。深度睡眠时，压力荷尔蒙下降，胰岛素和葡萄糖的平衡比较稳定。如果夜夜熬夜，身体始终处在一种紧绷状态，长远看血糖一定难以完全稳定下来。当然，有些人因为工作或健康问题没法睡太久，但至少也要保证睡眠品质，可以借助午休补眠或放松身心，提高睡眠效率。重点在于意识到睡眠和血糖的密切关联。从今天开始，把好好睡觉当成跟饮食运动一样重要的养生功课吧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要战胜高血糖，其实绝非靠一朝一夕就能解决，而是需要全方位的调整。老医师总结了逆转血糖的4大健康基石：均衡饮食、适当运动、充足睡眠、良好心态。这4大基石对应的正是我们上面讨论的方方面面。吃得对，勤活动，睡得够，心情好，把这4件事做好了，血糖想要不稳定都难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把健康问题归咎于某一种食物，例如把米饭当成公敌，但实际上真正决定健康的是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。当然，医药的进步也很重要，但更根本的是预防为先，自助为主。透过调整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血糖走向。老医师行医几十年，看过无数病例，深知药物终究只是辅助。如果能靠生活方式把血糖稳住，那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他常对患者说，要再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，身体好全靠自己照顾好。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铭记。聊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提出的疑问，血糖的元凶真的是米饭吗？经过一连串深入分析，我们已经明白答案是否定的。米饭作为传统主食，本身并没有罪，错在我们对它的误解以及我们饮食中出现的种种不良习惯。那些每天都在犯的致命错误，拿稀饭代替正餐，用面包零食填饱肚子，无节制的喝含糖饮料，才是导致血糖失控的真凶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，只要认清了真正的敌人，我们就能对症下药，恢复均衡的饮食，保留适量的米饭或健康的主食来源，同时远离那些升糖加速器，多吃有益稳糖的天然食物。
培养好的生活习惯，一步一脚印的改变，血糖就会一天比一天稳定。也许刚开始改掉旧习惯有些困难，但想到自己的健康、家人的期待，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老医师的病患中不乏励志的案例，有人本来长期血糖居高不下，眼看要依赖胰岛素注射过活，但在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几个月后，体重下降了，血糖也回到了接近正常的范围，医生为他减了药，生活质量大大提升。这些真实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改正每天的致命错误，就能扭转未来的健康命运。最后，我们做个小结，米饭不是高血糖的头号杀手，它或许一直是被误会的角色。在与血糖的战争中，我们要对付的其实是整个现代生活形态给我们挖的陷阱，过度加工的饮食、含糖饮料的诱惑、不良的作息和压力等等。当我们愿意回归简单天然的饮食，善用那些平稳血糖的食物，并养成良好的作息与运动习惯，高血糖并不可怕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健康的掌舵者，而不是病魔的俘虏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与血糖问题搏斗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新的启发和希望。趁现在就开始行动吧，把饭碗端回来，摒弃那些每天犯下的错误，建立属于你的健康4大基石。相信不用多久，你就会亲眼见证自己的血糖逐渐稳定，精神体力都改善了。到那时，你一定会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记住，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一碗米饭，而是你的每一个日常选择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选择正确的道路，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健康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